中医经有《黄帝内经》18卷，外经37卷，扁鹊内经9卷，外经12卷，白氏内经38卷，外经36卷，旁篇25卷。除《黄帝内经》外，其他医经均已亡佚，因此《黄帝内经》变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经典。什么是医经呢？《汉书·艺文志·方剂略》指出，医经者，元人血脉、经络、骨髓、阴阳、表里，以其百病之本，此生之分，而用度真实汤火所施，调百药剂合之所宜。治剂之德，由磁石取铁，以物相使，周者失礼，以欲为据，以生为死。这就是说，医经是根据人生的血脉、经络、骨髓、阴阳、表里等情状，用以阐发百病的根源、此生的界限，而度用适当的针灸汤药等治疗方法，以及如何调制各种适宜的药剂。《黄帝内经》认为人与自然息息相关，是相参相应的，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无时无刻不对人体发生影响。《素问·保命全形论》说，人以天地之气生，40之法成。这是说人和宇宙万物一样，是禀受天地之气而生，按照40的法则而生长的。所以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说，夫40阴阳者，万物之根本也。所以圣人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，以从其根，故与万物臣服于生长之门。灭其根，则伐其本，坏其真矣。《素问·阴阳异象大论》也说，天有40五行，以生长收藏，以生寒暑燥湿风；人有5脏化5气，以生喜怒悲忧恐。人生天地之间，人必须要依赖天地阴阳2气的运动和滋养才能生存。正如《素问·六节脏象论》所说，天时人以5气，地时人以5味。5气入鼻，藏于心肺，上使5色休明，阴声能张。5味入口，藏于肠胃，胃有所藏，以养5脏气。气合而生，津液相承，神乃自生。人体的内环境必须与自然界这个外环境相协调、相一致，这就要求人对自然要有很强的适应性。比如林书《古龙经液别》说，天暑一后，则腠理开，故汗出；天寒则腠理闭，气湿不行，水下流于膀胱，则为逆与气。这明显是水液代谢方面对外环境的适应。人的脉象表现为春咸、夏红、秋毛、冬实，同样是由于人体气血对春夏秋冬不同气候变化所做出的适应性反应，以此达到与外环境的协调统一。如果人们违背了春生夏长、秋收冬藏的养生之道，就有可能产生病变。如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》说，灭春气，则少阳不生，肝气内变；灭夏气，则太阳不长，心气内动；灭秋气，则太阳不收，肺气交满；灭冬气，则少阴不藏，肾气独沉。就是一日之内，日夜之间，人体也会随天阳之气的盛衰而相应变化。如果违反了客观规律，也会受到损害。如《素问·生气通天论》说，故阳气者，一日而主外，平淡人气生，日中而阳气隆，日西而阳气已虚，气门乃闭。是故目而收聚，无扰筋骨，无见物路。凡此30，形乃困薄。人与自然这种相参相应的关系，在《黄帝内经》中是随处可见。如同老子所说，有物混成，先天的生，见兮辽兮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道之为物，为恍为惚，其上不矫，其下不昧，视之不见，名曰夷；听之不闻，名曰希；博之不得，名曰微。这都是在说构成世界的原初物质，形而上者的道。《黄帝内经》受这些学说的影响，也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本源，在天地未形成之先便有了气，充满太虚而运行不止，然后才生成宇宙万物。如《天元纪大论》，陈基考太史天元策文曰，太虚辽阔，照基化元，万物滋始，五运中天，布气真灵，
戌统坤元，九星玄朗，气奥周旋，元阴元阳，月柔约刚，悠显继位，寒暑持章，生生化化，品物咸章。这其实是揭示天体演化及生物发生等自然法则。在宇宙形成之先，就是太虚。太虚之中充满着本源之气，这些气便是天地万物化生的开始。由于气的运动，从此便有了星河、气奥，有了阴阳寒暑，有了万物。阴阳五行的运动，总统着大地的运动变化和万物的发生与发展。人是阴阳对立的统一体，这在生命开始时已经决定了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，生之本，本于阴阳，具有生命力的父母之精相构，也就是阴阳二气相构，形成了生命体。诚如灵枢与绝气所说，两神相搏，合而成形，常先生生，是谓精。生命体形成之后，阴阳二气存在于其中，互为存在的条件，相互联系，相互滋生，相互转化，又相互斗争。如素问阴阳异象大论所说，阴在内，阳之首也；阳在外，阴之始也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，阴者，藏精而起极也；阳者，未万而于固也。这两句话精辟地解释了人体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。从人体的组织结构上看，《黄帝内经》把人体看成是各个层次的阴阳对立统一体。素问金匮真言论说，夫言人之阴阳，则外为阳，内为阴；言人身之阴阳，则背为阳，腹为阴；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，则脏者为阴，腑者为阳。故背为阳，阴中之阳，心也；背为阳，阳中之阴，肺也；腹为阴，阴中之阴，肾也；腹为阴，阴中之至阴，脾也。《黄帝内经》还把每一脏、每一腑再分出阴阳，从而使每一层次，无论整体与局部，组织结构与生理功能都形成阴阳的对立统一。所以说，人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体。《黄帝内经》所说的五脏，实际上是指以肝、心、脾、肺、肾为核心的五大系统。以心为例，心居胸中，为阳中之太阳，通于下气，主神明，主血脉，心合小肠，生血，容色，其华在面，藏脉，摄神，开窍于舌，再至为喜。在谈心的生理、病理时，至少要从以上诸方面系统的加以考虑，才不至于失之片面。因此，可以每一脏都是一大系统，五大系统通过经络气血联系在一起，构成一个统一体。这五大系统要让五行生克制化规律相互协调、滋生和抑制，在相对稳态的情况下，各系统按其固有的规律从事各种生命活动。《黄帝内经》认识到生命现象来源于生命体自身的矛盾运动，认为阴阳二气是万物的胎始。素问阴阳异象大论说，阴阳者，万物之能独如胎始也。对整个生物界，则曰天地气交，万物华实；又曰天地和气，命之曰人。阴阳二气是永恒运动的，其基本方式就是升降出入。素问六微指大论说，出入肺，则神机化灭；升降息，则气力孤微。故非出入，则无以生长壮老矣；非升降，则无以生长化收藏。是以升降出入，无气不有。《黄帝内经》把精看成是构成生命体的基本物质，也是生命的原动力。灵枢本神说，生之来谓之精，两精相搏谓之神。在灵枢，经脉还描绘了胚胎生命的发展过程。人始生，先成精，精成而脑髓生。骨为肝，脉为营，筋为刚，肉为强，皮肤坚而毛发长。这种对生命物质属性和胚胎发育的认识是基本正确的。此影片仅限于居家养生参考，不能代替医生诊断及治疗。关注简单生活，把健康养生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
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，以便及时收到最新的养生妙招。